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你知道3秒钟它有多短吗？它只够心脏跳动4下，只够你打一下哈欠，只够与爱人匆匆的拥抱。但每隔3秒钟，这个世界上会增加1名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。他们的脑海里会开始下一场雪，然后慢慢覆盖一切。他们可能是你的亲人，你的朋友，也可能是今天跟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。86岁的朱爷爷陪护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的妻子13年，诠释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13年的不离不弃，听起来是一件无比浪漫的事情，可我却不偏不倚地捕捉到了其中的辛酸。奶奶吃过饭了，说她没吃；洗过脸刷过牙了，说没做。她会忘记自己上过厕所，甚至会忘了一起生活数十年的朱爷爷。夜里醒来的时候，奶奶会问睡在身边的朱爷爷：“你是谁呀？”朱爷爷只能把灯打开，把墙上的照片给他看，证明说：“你看，咱俩是一家人。”随着病情的加重，通过照片让奶奶回想起过往的时间逐渐被拉长。阿尔兹海默症常常被美化成即使忘记了全世界也不会忘记爱你，但褪去温情的滤镜，现实一地鸡毛。有丈夫记不得妻子，有母亲忘了儿子，他们会忘记爱，也会认不得爱人，这才是大多数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现状。我的外公，他就是我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脑袋当中有一个橡皮擦，在一点一点地擦去他全部的记忆。外公记错日期，准备出门赶集，我掏出日历告诉他，明天才赶集呢，不过咱俩可以去遛弯儿。外公会把我当成陌生人，我掏出合照，做完自我介绍之后，他才能认出我。作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亲属，我最害怕的事情不是反复地唤醒外公的记忆，而是担心他会走失，他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我记得有一天下午，外公在大家忙活的时候自己跑出去了，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找了很久。在家人打算报警的前一刻，我在校门口看到了外公徘徊的身影。那是我就读的小学，我外公拿着糖葫芦，在等他最爱的外孙女放学。他记得我小学时候的模样，也记得我最爱吃糖葫芦，但他忘记我早就毕业了。那天我牵着外公的手回家，就像小时候他牵着我那样，我把他带回家。阿尔兹海默症真的很残忍，我陪伴外公的过程也是见证他遗忘一切，然后身体渐渐走向崩坏的过程。最初他出门会经常忘记带钥匙，总是重复着相同的动作，但是他能够清楚地喊出我的名字。后来外公常常对着表姐念我的名字，即使我站在他面前，他还是认不出我。时间再往后一点，外公只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了。他特别喜欢把糖果藏在口袋里，说要留给我吃。直到他去世之前，他
他已经完全不记得我的存在，甚至忘记了他自己是谁。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至亲遗忘，我才明白心如刀绞的感受，我才懂得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是被重要的人忘记。以前的外公他最喜欢骑自行车带我去赶集，他给我买他自己舍不得吃的烤鸡腿儿，后来他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。以前的外公能将小时候的我放进箩筐，带我上山摘茶叶，后来却连穿衣服都需要别人帮助。以前的外公大老远就能分辨出我的声音，后来他张口喊不出我的名字。他曾经很爱我，到最后这一切只有我记得。我的外公已经去世好多年了，但我会永远记得他的一切，他永远不会被我遗忘。科学家迪克·斯瓦伯他曾经这样描述过阿尔兹海默症，他说阿尔兹海默症就像在放一部往开始的方向回放的电影，它的过程和人类的发育方向是相反的，患者逐渐失去人格和才能，以完全依赖他人而告终。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就像是一个被困在时间里的孩子，他们会变得脾气古怪，丢三落四，他们会疑神疑鬼，然后最后连自己都忘记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中国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与他的距离都很近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对抗这场遗忘，那请我们在遗忘发生之前竭尽全力的去爱。能相爱的时候就不要分别，能拥抱的时候就不要争吵，能见面的时候就别再拖延。